出师一表真名士，千载谁堪伯仲间。陆游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我们都知道陆游喜欢诸葛亮，但你知道吗？陆游居然还他妈喜欢袁术。我才是皇帝。对于诸葛亮和袁术，陆游的感情是不同的。对诸葛亮，陆游是崇敬；对袁术，陆游则是感同身受。两次以袁术自比，我们来看看陆游写的2首和袁术有关的诗吧。第一首读袁公路传，成败相寻岂有常，英雄最忌硕悲伤。吴楼斗舟从来事，何恨游艇作则船。这首诗讲的是袁术临死前的场景。当时走投无路，众叛亲离的袁术打算投靠曾经的部下雷伯，却遭到拒绝。袁术又想投靠哥哥袁绍，结果被刘备拦住去路，不得已退到江亭。在江亭穷途末路的袁术连一口蜂蜜都喝不到，绝望之下吐血而死。我们看看在这首诗里，陆游是明确把袁术称为英雄的。陆游还以袁术自比，他用袁术的悲惨经历告诫自己，胜败无常，不能因为失败了就陷入悲伤之中，平时要多多吃苦，到了危难之时才能承受住苦难。第二首5月11日夜作达旦，公路晚悲生自此，宁危归叹种磊然。三更听雨蓬窗底，又作关羽夜不眠。在这首诗中，陆游感叹了自己的悲惨遭遇，他觉得自己混得太惨了，几辈子前就注定这辈子混得惨了，听着雨声睡不着觉，惨啊惨啊。在第3行中，陆游又想到以袁术自比，他感叹了袁术最后的悲惨遭遇，觉得自己真是跟袁术同病相怜啊。总的来说，在这2首诗中，陆游都以袁术自比，并且表达了对袁术深深的同情。这似乎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陆游这样一位一身正气，以诸葛亮为偶像的爱国诗人，居然会那么喜欢袁术，而且2次以这个名声极难，很多人眼中的丑角袁术自比呢？个人认为，陆游喜欢袁术，以袁术自比，这是一个意识流的过程，是陆游进行了脑补的结果。陆游和袁术的联系大概有以下3点。第一，陆南怀橘，陆绩6岁时去见袁术，袁术用橘子款待陆绩，陆绩将2个橘子藏起来，离开时候橘子不小心掉在地上，袁术说：“你这个小屁孩，咋还偷你袁叔叔橘子呢？”陆绩跪下答道：“妈妈爱吃橘子，所以我拿回去给她吃啊。”袁术听后表示很感动，并赞美了陆绩。陆绩出自吴郡陆家，陆游也是吴郡陆家的后人，所以陆游对这位曾经赞美自己祖先的袁术有了天然的亲近感。第二，袁术为诸葛亮后来的精彩人生打下了基础。诸葛亮早早成为孤儿，后来跟着被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叔诸葛玄前往豫章，而给了诸葛玄豫章太守职务的人正是袁术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袁术的任命，诸葛亮才会跟着诸葛玄前往南方。后来又随诸葛玄到达荆州，而后隐居农中，最终被刘备3顾茅庐请出，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人生。可以说，袁术为陆游的偶像诸葛亮的精彩人生打下了基础。因为如此，陆游对袁术更增添了一份好感。第三，袁术的一次壮举让陆游感叹不已。陆游自己做官时曾经动用存粮救济百姓，结果因此遭到弹劾，被贬成了一个闲职。袁术也有过这么一次类似经历，当时袁术让舒绍发放10万斛米做军粮，舒绍却把军粮全都发给了灾民，袁术大怒，想要杀了舒绍。这个反应其实很正常，要知道当时袁术面对的局面已经非常困难，舒绍一下子散光袁术的军粮，对袁术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舒绍这时候慨然应对道：“我知道这么做必死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，我就是要以自己一命救天下百姓。”袁术听后大为感动，下马握住舒绍的手说道：“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做英雄？我袁术也要做英雄。”于是袁术认同了舒仲应的做法，没有处罚他，也没派人去追回军粮。
袁术在极其困难下被人放了军粮，尚且赞赏书上，而陆游呢，在太平时期放粮赈济灾民，居然被贬了。陆游看到这段记载时候，一定会感慨：我怎么就遇不到袁术这么好的上级呢？看看袁术，再看看我的上级，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除了这3点，还有一个记载：袁术少以侠气闻。少年袁术也是个行侠仗义之人，这点估计也很合陆游胃口。大概就是通过这3点，加上袁术曾经的少年侠客形象，陆游脑补过后，最终对袁术有了以下认知：少年行侠仗义，曾经厚待自己的祖先和偶像诸葛亮，而后虽然做了许多错事，但晚年依然能回想起年轻时的一腔热血，不惜自己势力受到重创，也要用军粮赈济灾民。在陆游心中，袁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侠客。以上就是陆游喜欢袁术的原因。那么陆游为何自比袁术呢？个人认为原因是袁术允许书少用军粮赈济百姓，导致势力遭到了严重打击，袁术最后的失败与悲惨下场是与此有关的。而陆游更是因为赈济百姓直接导致被贬，赋闲5年，同样因为一举而遭到了不好的结果。陆游心中与袁术那真是同病相怜，所以2次以袁术自比，并且用袁术的悲惨下场告诫自己，千万不能和袁术一样，遭到失败后就灰心丧气，以至于惨死。自己要习惯于痛苦，要在落魄中忍耐，要时刻保持着雄心壮志，以期待着东山再起的一天。陆游终归是陆游，他没有和袁术一样，经过5年的艰苦忍耐后，陆游终于再次被启用，重新走入仕途，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。陆游一生致力于北伐金国，收复失地，为此他最终被主和派弹劾，又被罢官13年。然而陆游始终心怀不屈，等待着再次被启用的一天。1202年，陆游被罢官13年后，终于再次入朝，主持编修国史。编修国史期间，陆游大力赞扬和支持主张北伐的韩托胄，为韩托胄作祭题诗，鼓励他北伐收复失地。1203年，国史编撰完成，79岁的陆游因为年高辞职。1206年，韩托胄终于出兵北伐，陆游闻讯，觉得自己被重新启用，实现夙愿的机会终于到了，不由得欣喜若狂。然而1207年11月，史弥远发动政变，韩托胄被杀，北伐宣告失败。听到这些消息，陆游悲痛万分，一生夙愿再次成功。公元1210年1月26日，85岁的陆游怀着满腔悲愤去世。临终之际，陆游或许再次想起了袁术，想起了自己曾经写诗告诫自己，绝不能像袁术一样放弃希望，就算是到死也不能。于是陆游留下了绝笔《示儿》：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公路，你看到了吗？我这一生到死都没有放弃希望啊。